给他一支箭，再给他配上一张融合，他竟然可以瞬间搞垮青眼救急龙，一个海马市场最引以为傲的最强白板。虽然从来没赢过，但最终却能逼得海马市场要跳楼啊！失ったポイント分のマス目の数だけ後ろへ下がってく。何500ポイント。つまり5マス差。何の真似だ海馬。在海马对决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到海马一开始设计这个决斗盘，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被翻盘的可能嘛。在海马对上城之内的时候，各种怪兽1对1，两边都只能召唤出一只怪兽嘛，这样给你叫出时间魔术师，给你炸一只又不会被秒，叫出救急龙才有可能被秒啊，逼迫双方怪兽进行单挑嘛。前期游戏不是还用那个烤鱼战术，你知道吗？各种诅咒之龙配合上燃烧的大地，各种火烤，一次打全场，生命值才是降得最快的嘛。所以海马市长是有精心计算过，为了减少决斗被翻盘的可能，专门设计这种比拳头的决斗盘，因为它的主怪兽区只有1格啊。那决斗开始之后呢，海马抢先召唤出1600点的攻击怪兽，游戏则是后手召唤出2000点的诅咒之龙。其实在第一个回合就发现到海马市长怪怪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我对海马市长的理解，他的第一只怪兽没有1800攻击，应该是不会让他站着攻击表示的才对，因为海马市长的牌组本来就属于高攻的牌组，他居然第一个回合让1600点攻击的怪兽站着攻击表示，就2种的可能，一个就是他头撞到，第二个就是为了吸引游戏召唤出更高攻的怪兽嘛。你如果叫出黑魔岛，那我就青眼白龙马上一个反杀，对不对啊？所以游戏成功的用诅咒之龙破坏海马场上的小杂鱼之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海马市场召唤出更高攻的怪兽，明明只是普通的白板怪兽，有2000点的攻击力，这还没完哦。我们说是白板怪兽，它就是没有效果的怪兽，但是我们海马市场又给它掰了效果，攻击力又提升了。復讐のソードストーカーは自軍の敗れたモンスターの怨念をそのソードに宿し、攻撃力を20%アップさせる。何啊，他说可以继承那个被打倒怪兽的一部分的攻击力啊。哦，是不是脱口胡？哦，没有啦，这原作效果就那样子演嘛，对不对啊？但是这张卡马上就飙到2400的攻击力，马上要来攻击诅咒之龙。这时候游戏又要发动这个前期的规则，你知道吗？任何魔法卡都可以当做速攻魔法来用的设定，什么死者书生、共融合，然后在对手回合也可以发动，打出一张换位魔法卡。哦，这次又改效果咯，跟那个迷宫兄弟那次又不一样了。它可以让手牌里攻击力最高的怪兽代替出来战斗。那么海马市长区区2400点攻击力的怪兽，那就只能靠我高贵的2500攻击的黑魔岛来击败的嘛，对不对？瞬间召唤出黑魔岛来进行这次战斗阶段。结果后来又发现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一张跳出来的黑魔岛它没有回去继续留在场上因为更扯的是海马的这种决斗盘，那个怪兽区不是只有1格吗？对不对？你要换怪的话，不是要把原本的那个拿下来吗？游戏之后又召唤出这个诅咒之龙啊，所以游戏场上有2个怪兽，这完全突破那个决斗盘的限制，是不是？这个导播的时候应该带一下这个游戏的决斗盘啊，那个早期的圆形决斗盘旁边不是4个卡槽吗？应该是专放魔线区的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要看一下这个动画组到底是怎么画的。结果海马这边也召唤出绿色怪物灯之魔晶，那其实最妙的是这个海马市长自己都没有意见啊，因为他即将发动一张魔法神灯的陷阱卡，配合上刚刚的灯之魔晶，把你的攻击反弹给其他的怪兽啊，等于是海马版的这个神圣彗星反射力量，而且是单体版的啊，诅咒之龙一个脸便当啊。然后这边就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画面，就是导播终于这个肯给出这个决斗盘的画面啊，那就是黑魔岛塞在正中间，然后下方的卡槽刚好空了，那我想就是刚刚诅咒之龙的位置啊。所以说这个游戏对于决斗盘的理解真的是在我们之上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场决斗完全不需要盖牌啊，因为这个变成纸牌屋了嘛，直接想发动就发动因为几乎所有的手牌都已经放到决斗盘卡槽上啊，这个出现在玩家的周围啊。所以海马开发的决斗盘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防止这个贝卡斯的千年眼的能力啊。接着海马市场这边直接发动了魔法除去啊，直接强拆你的魔法卡利用这个决斗盘的特点，对不对？卡槽可以放入这个4张的魔线啊，然后这时候游戏刚好一堆魔法卡嘛，那我不猜你猜谁？所以说我都想到，你知道哪个决斗者最喜欢用这个决斗盘吗？啊，那就是孔雀舞，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一张大名鼎鼎的那个羽毛扫嘛，对不对？
对？你手牌几乎都放上去，强迫你盖牌啊，4个卡槽在那边，海马市场应该马上印一张羽毛扫拿来用啊！而且你看游戏这时候决斗盘几乎全部魔法卡哦，这时候呢游戏呢又发动这个真实之眼，可以看到对方全部手牌哦。这时候主角团呢一度崩溃啊，因为这个此时的海马社长已经被看到说已经有青眼白龙了，游戏也意识到海马社长有可能有这个意图哦。接着发动死亡魔术箱啊，你知道游戏每次发动这张卡的时候，场上都一定要死一只。结果呢，他把那个海马市场那个张陷阱卡直接关到那个魔术箱里面，然后陷阱卡被破坏了。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怪兽被破坏的这个场面啊！原作效果就这么令人意想不到。黑魔岛又从魔术箱里面逃脱哦，竟然还摆出这个小表情嘲讽对手啊！游戏这边说我是不会让你完成青眼白龙的3体融合啊，那其实赶快融合出青眼救急龙其实是比较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次融合出来，海马市场就飘了嘛，各种膨胀，对不对啊？我一定要完成那个救急龙，各种那个装逼，然后就各种被翻盘。但是海马市场这边即将使出一个非常 bug 的战术，他召唤出一只小丑。那熟悉的观众应该知道海马市场即将使出什么样的战术了。遊戯、お前はサギーに攻撃する以外に手はない。いや、攻撃するまで永遠にサギーを場に出し続ける。お前は地獄の罠にかかった。这时候游戏呢突然抽到暗黑骑士盖亚，然后更改那个主力怪兽，将黑魔岛换下场，用盖亚去攻击小丑。结果海马市场即将使出这个游戏王史上这个10大阴间战术之一的使之牌组破坏病毒哦。何？暗黒騎士ガイアが？ガイアだけじゃない、このカードの効力さ。死のデッキ破壊ウイルス。这时候游戏呢眼睁睁看到他场上的怪兽几乎都不能上场啊，因为这张卡的效果让游戏所有1500点攻击力以上的怪兽全部都无法使用，处于一种被病毒感染的状态。这个时候还不是当场破坏哦，你只要把它召唤到场上，那就会当场破坏的那种状态。在动画中，这种病毒效果更是包含了手牌与牌组的所有卡，更是冲击了当时的环境，被关押在禁卡表好几年才被放了出来，而且还被改效果才能出来。这招可以说是海马社长的最强战术，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救急龙，你知道吗？就靠这招配合上那个手背封印，对方应该就完全这个打不了了，就应该屌虐了才对。那我们看游戏呢该怎么打仗决斗啊？虽然抽到了恶魔的召唤，但是因为被病毒感染，所以不能使用，只能派出杂鱼使用手背拖回合的战术。这时候的海马社长也抽到了第2张的青眼白龙，原来是放在旁边的卡槽啊！我一直以为是魔线区耶，所以旁边的4格也是可以手牌兼魔线区使用就对了。接着海马市长召唤出纯爱牛头人，开始各种收割。游戏也使出这个独角兽的脚登短狼战术，怪兽变超大只，开始反杀对手。主角团也开始各种高潮啊！但这一切呢，也都在海马市长的计算之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8700万的大哥 K 社的亲儿子已经齐聚一堂了，3张都抽到了，就只差1张融合哦。接着发动神圣精灵的祝福，活一口老血啊！游戏表示，哇，你这个神圣精灵你也有啊，神圣精灵也投敌了是吧？这时候的海马市长终于召唤出第1张青眼白龙，这个破坏力超强，击破游戏的怪兽。因为青眼白龙的出场，游戏之后继续使用手背拖回合的战术。就在这个时候呢，海马市长的下一抽就是融合哦。于是海马市长期待的青年救急龙终于完成了啊！正常来说，一般人看到这边就觉得说啊，这个决斗已经分出来了啊，有青年救急龙要怎么的？可是海马市长对上的可是口胡王啊！没错，我要将这一切赌在这一次的抽牌上。结果你知道游戏召唤出什么来对抗青年救急龙？海馬、俺の残った手札の中で最強のカードを引いたぜ。何？そのカードは。他把攻击力最低的粒子球这个攻击表示啊，直接造出来啊！这个海马上瞬间立刻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侮辱啊！哇，你出的这什么卡？看不起我这个海马赖皮是不是啊？要是你这样子赢了决斗，我可是不承认哦！然后发动魔法卡增值，你知道游戏王前期的这个增值多强吗？哦，就变成那个粒子球各种多重影分身哦，然后原作的设定是打不完。所以你普通的攻击是没有用的啊，各种再生啊，此时的粒子球已经成为了游戏的人肉盾牌哦，手背拖回合的最终形态，基本上应该是很难输了啊。但是你这样子给人家打，你还是没办法赢嘛，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游戏王史上这个最口胡事件。游戏先是使用融合配合上魔法效果的剑，让这个融合的魔法效果转移到对方身上，哇，一个反向融合哦，就是说要帮青年救急龙来融合了，你知道吗？那融合素材是谁呢？那不是粒子球啊，就是那个万恶的猛犸象那个大象啊。这时候游戏呢一定要开始败效果了啊，因为你的救急龙是光属性，跟我的暗属性的猛犸象会有这个排斥反应啊，但是你猛犸象上面是地属性诶，强制融合所产生的排斥反应啊，会使你的救急龙每回合掉攻击力，因为猛犸象的攻击力是1200点，所以救急龙每回合就会掉1200点的攻击力。ブルーアイスホワイトドラゴンは光属性を持つ闇属性を持つアンデッドモンスターマンモスの墓場を融合させた結果属性反発作用が生じ本体は腐食し始める。哇，这效果看起来就很口胡诶，有人甚至说这是超融合的先驱啊，连远在开超甲组海鲜的超哥都忍不住评价：游戏你真的很屌。救急龙攻击力扣1200，攻击打不完的粒子球完全没有用。马上表示啊，完了，要输了，但是表面还是要故作镇定啊。轮到游戏的回合，抽牌后直接空过，海马社长的救急龙攻击力被扣了2轮，来到2100点，只能攻击粒子球。就在这个时候，回忆杀再次启动，我愚蠢的欧豆豆还被关押在城堡里面啊，但自己却无能为力，因为游戏的口胡战术，各种反向融合啊，地主系被你讲成暗主系的大象，把究极龙变成废物。那海马上的眼神啊，已经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打了，究极龙的攻击力也降低到只剩下900。游戏这时候还叫出精灵剑士，将其一刀斩殺，这绝对是精灵剑士最高光的时刻。这个时候究极龙的设定是有3颗头哦，你要打它3次才会完全被击败。そうか。アルティメットドラゴンはブルーアイス3体の融合体3つに分かれた頭はそれぞれが攻撃力を備えているのか。因为原本是4500攻击力的救急龙嘛，现在变成900，然后刚才还被砍掉一只，是变900。此时海马上的生命值也只剩下400点，只能承受最后一下的攻击啊！其实还不简单，你直接只要把救急龙转成手背就可以拖回合了嘛，这个3800点手背力耶！但是偏偏这个海马市场终于知道这个游戲要怎么玩了，你知道吗？于是海马市場终于要使出这个超越口胡的战术，你知道什么吗？失ったポイント分のマス目の数だけ後ろへ下がってく。何500ポイント。つまり5マス下がる。何の真似だ海馬准备使用这个跳楼击败口胡的战术啊，对不对？他说，在决斗中失去生命正是我的夙愿。你要确定呢，海马社长。虽然说编剧也不会让你死嘛，对不对？少100点血就退后1格的海马社长已经退到不能再退了啊！但是这个时候，海马社长也抽到了死者书生，用死者书生复活青眼白龙哦。所以这下子海马社长场上的怪兽变成900、3000、900的3只怪兽是吧？没想到口胡王的反向融合还有这种效果是吧？融合体として倒されているため単体では蘇生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し攻撃も次のターンを待たねばならない。さあ遊戯貴様のターンだ。但是我们的口胡王根本没在怕，准备打过去了，杏子还想阻止哦，结果小表一个切换人格把王样给挤下去啊！精灵剑士也突然停止了攻击，才避免了这场悲剧发生。也不知道海马社长会不会跳下去，于是海马社长趁这个王样还没反应过来哦，用青眼白龙马上把精灵剑士击败。前面算了这么久，最后还是当了一次炮灰啊！小表的生命值归零啊！海马社长也进了城堡，要与贝卡斯决战。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说，这个王样也可以再次把这个小表挤下去，然后再一次发起攻击啊，对不对？那海马社长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海马社长就算跳下去，应该也没事，你知道吗？因为他弟弟龟皮都可以从城堡里面滑下来了，对不对？